像这种生锈的铁锅，以后不要再直接扔掉了。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个方法，让生锈的铁锅焕然一新，变废为宝。一起来看看吧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鹏鹏美食房。很多家庭由于这种铁锅非常容易生锈，然后锈迹太多了就直接扔掉，那么就太浪费了。其实我们只需要给它简单的处理一下，这种生锈的铁锅就可以再次使用。这个方法很多人不知道，那么就一起来看一看吧。我们先把锅给放在洗碗池上，先把水打开，将锅里面放一些水，这里我们建议使用热水，整个锅用水打湿，然后再把多余的水给它倒掉。锅底也同样用水先给它这样淋湿，差不多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把锅放平，往锅里面撒上一些食盐。做周知，食盐它的颗粒感非常的强，可以和铁锅产生很大的摩擦力，并且盐还具有一定的去锈作用。撒上盐过后，用钢丝球，然后用钢丝球来刷锅。刷的时候我们尽量稍微用力，先把锅里面这种特别多的锈迹给它刷掉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再打开水，把锅里洗一洗，可以看见清洗过程当中，这些水都已经变得特别的黄。没错，这就是因为锈迹而导致成水变成这个颜色的。然后把水全部倒掉，可以看见大多数的锈迹都已经被处理掉了。然后用同样的方法把锅底也给它弄一下，同样的配方，撒上食盐，同样的味道，用钢丝球这样给它刷一刷，同样用水再冲一冲，把多余的锈迹给它冲刷掉就可以。接下来往锅中倒入一些白醋，大家都知道，白醋不仅有清洁作用，而且还有一定的软化作用，所以除锈我们一定要加入白醋哦，不要吝啬。白醋我们多倒上一点，然后提着锅晃一晃，让白醋经过锅的每一个部位，以达到软化锈迹的效果。最后同样用钢丝球来刷一刷，可以看见刚刚还特别清澈的白醋，现在已经变得锈迹斑斑，非常的浑浊。然后将里面的白醋给倒掉，可以看见倒出来的白醋已经变得特别的黑，说明这个效果还是非常的不错。接下来准备一包食用小苏打，然后把食用小苏打撒在锅里，这里不要怕浪费，尽量多撒上一些，而且这样一大包食用小苏打也非常的便宜，也就2块钱左右哦，而一口锅最起码也得好几十块，所以我们用它来把锅里面的锈迹给去掉是非常的划算。差不多到这么多食用小苏打就可以了。撒上食用小苏打之后，千万不要轻举妄动，我们让食用小苏打在锅上静置10分钟左右，时间到了之后，可以看见有很多锈迹已经出来了。我们同样不要加入水，用钢丝球这样干刷，刷的过程当中，钢丝球和铁锅会产生高温，并且这样一来，可以看见小苏打已经从白色逐渐的变成黄色。没错，刷出来的这些就是你看不见的锈迹。
通过这种方法，可以很好的把锅上的锈迹给刷得干干净净哦。用小苏打把锅的每一个部位用这个方法给它刷上一次，把锅的内部处理好之后，然后将锅翻过来，再按照上面的方法，先倒入白醋，然后钢丝球用力刷一刷，再撒上食用小苏打，静置10分钟左右。时间到了，继续用钢丝球来刷。刷好以后，用水先把上面多余的锈迹给它清洗掉就可以了。洗完锅底，咱们再翻过来洗锅里。可以看见，通过这种方法清洗出来，它的水到底有多脏。直到把整个锅用水给它清洗一遍过后，然后把水倒掉就可以了。最后再接入一点洗洁精，用钢丝球继续刷。锅底咱们就不用洗洁精了，因为炒菜咱们不用锅底，只用锅里。同样可以看见，用洗洁精来清洗的过程当中，水依然特别的浑浊。所以为了健康起见，我们洗锅的时候一定要给它洗干净哦。最后开水，这里我们同样用热水，然后先把钢丝球洗干净，最后把锅里面再清洗干净就可以了。一定要多清洗几次，让里面的洗洁精清洗的干干净净哦。洗干净过后倒掉水就 OK 了。然后是最后一步操作，把锅放在灶上，然后先把锅里面的水分烧干。这里咱们可以尽量把火给它开的大一点，将整个锅给用大火烧上一遍，这样效果会更好哦。直到将整口锅里面的水分给它烧干。再准备一块猪皮或者大肥肉都是可以的。这时候就可以把火关小，然后用筷子夹起猪皮，将整口锅都揉一揉，这样就可以把铁锅重新给它涂上一层保护油。这一步非常的重要，也是防止铁锅生锈的重要原因。直到全部涂上一层过后就可以了。现在来看一看，刚刚还锈迹斑斑的锅是不是特别的干净呢？锅底我们也可以给它涂上一层，当然不涂其实也是可以的。后来看一看，通过这个方法来除锈，现在的锅是不是特别的干净呢？没有任何一点锈迹了。怎么样，朋友们，方法还不错吧？你也赶紧试试吧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个视频不见不散哦，拜拜。